今天这出戏的主角啊，是英港人很熟悉的斯坦莫先生，配角呢是那个在这几年啊把这个香港搅的是乌烟瘴气的乱港头目黎智英。大家可能都听说啊，这个斯坦莫呀，最近啊那是心里头长了草了，想着来咱们中国串串门访华。访华嘛，咱们中国那是礼仪之邦，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只要你客客气的，咱们都欢迎。但是这个斯坦莫这个脑子啊，不知道是哪个劲儿搭错了，他居然想拿访华这个事儿当筹码。他那个意思好像是我要去中国了啊，你们中国得给我个面子，那个黎智英你们得给我放了，让我把他带回英国去，当成是我访华的战利品。哎呦喂，我听到这消息啊，我愣是没憋住啊，这也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吧。结果怎么着，就在前2天，现实给了这位斯坦莫首相一记响亮的耳光，啪，听着都疼啊。香港特区高等法院经过2年的审理，判了黎智英3项罪名成立，2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1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这回好了，别说带回英国了，这老小子这下半辈子啊，估计就得在咱们中国的监狱里啊，把那缝纫机踩到冒烟了。咱们得好好唠唠这个错位感啊。斯坦莫这帮英国政客啊，我现在看他们就跟看那个手里边拿着诺基亚砖头机，非要教你怎么玩 5G 智能手机的老古董一样啊。他们对这个中国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1840年，停留在那个他们开几艘破船架几门炮就能让咱们割地赔款的年代。醒醒吧，大清早亡了，辫子早就剪了。各位看看现在的英国是个什么德行，那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国内通货膨胀是高的吓人啊，老百姓连西红柿黄瓜都快吃不起了。那地铁是3天2头的罢工，甚至连那帮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都在罢工。你说一个连自己国家老百姓的牙疼肚子饿都解决不了的政府，居然还有闲心把这个手伸到地球的另外一端来管咱们中国香港的事儿。那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是你家房子着火了，这房梁都要塌了，你还跑去隔壁邻居家啊，指着人家的装修说你这瓷砖颜色我不喜欢，你得换换。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欠抽啊？这斯坦莫还真以为自己手里面拿着什么王炸呢。他觉得我是大英帝国的首相啊，我要去访华，那是给你们中国面子呀，你们不得感激涕零啊。哎呦喂，现在的世界谁求谁呀？你想卖劳斯莱斯，想卖苏格兰威士忌，想让伦敦金融城有饭吃，你得靠中国市场。是你求着我们要饭吃，不是我们求着你。那结果这个要饭的还嫌饭馊，还想把这个碗摔了，还要让主人家把这看家灰耳狗打死给他助兴。这种脑回路我只能说大概是泰晤士河的水喝多了，脑子进水了。那这一巴掌打下去不光是打在了斯坦莫脸上，更是把这帮西方政客那点可怜的傲慢打的是粉粉碎。咱们回头说说这个黎智英有些不明真相的外国媒体还有那个斯坦莫非要把这个黎智英包装成什么民主斗士，说他受到了政治迫害。我呸！这也就是欺负那些不看新闻的外国人。咱们中国人，尤其是香港同胞，谁不知道黎智英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人是干嘛的？他是苹果日报的老板。那个苹果日报是报纸吗？它根本就是个毒药制造厂。那几年这个香港为什么那么乱？为什么好好的东方之珠变成那个样子就是黎智英这帮人在后面是煽风点火2019年的香港大家还记得吗？大街上那些暴徒蒙着面手里面拿着砖头铁棍甚至燃烧瓶看见讲普通话的就打，看见爱国的店铺就砸，看见插着5星红旗的地方就烧。咱们有个普通的香港大爷就是因为想去清理路障，被那帮暴徒拿着砖头直接砸破了头，当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讲普通话的小伙子在机场被围殴被羞辱，那是什么？那是恐怖主义，那是无法无天。而这一切的背后，谁在递刀子？谁在叫好？谁在发钱？就是黎智英，就是他的那个烂苹果报。他在报纸上把这个暴徒美化成义士把警察描绘成黑警。他今天造谣说警察打死人了，明天造谣说政府要害死大家。他就是那个在火药桶旁边划火柴的人，他把香港几代人辛苦积累的繁荣差点毁于一旦
那这些血淋淋的账不找黎智英算，找谁算呢？这老家伙不仅在国内搞破坏，他还觉得自己本事大呀，通了天了。他利用自己那点所谓的国际人脉啊，天天往国外跑，去干嘛呢？去告洋状。哎，你就看他那个奴才样啊，跑到美国见到佩洛西，见到那个蓬佩奥，那个腰弯的恨不得把这个脸贴到地上去啊。他张嘴闭嘴就是，哎呀，求求你们啦，制裁香港吧，不给我们活路啦。这种行为啊，放在哪个国家不是重罪啊？放在美国，这叫叛国罪，直接电椅伺候；放在古代，这叫汉奸，是要千刀万剐的。现在判他几项罪名，那是法律文明，那是便宜他了。有人说，哎呀，你们是不是判得太快了？是不是走过场？走过场？你听听这时间线啊，2023年12月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审到了现在，整整2年啊！控方举证，辩方质证，法庭辩论，哪一个环节少了？那是3名国安法指定的法官拿着放大镜一点一点抠出来的证据。庭审的时候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啊，控方当庭指出来，就是这个黎智英在国安法生效之后，明明知道这是违法的，他还顶风作案，还是不收手。而且在法庭上，这个家伙居然还想耍赖，做假口供超过了20次。哎，你说你都这把岁数了，敢做不敢当？咱们再来聊聊这个西方法治的虚伪啊！英国人、美国人天天把这个法治精神挂在嘴边，好像那是他们家的专利。结果呢，哎，一到黎智英这儿，他们那个法治啊，就变成了你的法治和我的法治了。咱们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干的啊！那个维基解密的阿桑奇，不就是曝光了美国军队的一点丑事吗？好家伙啊，美国那是全球追杀呀，把他关在英国那个小黑屋多少年啊，精神都快折磨疯了。哎，那个时候这个斯塔默怎么不出来说放人？那个时候英国怎么不谈新闻自由？那个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监听全世界，现在还得在俄罗斯躲着不敢回家。哎，怎么着？只许你们抓叛徒，不许我们抓汉奸，这叫驰名双标啊！那现在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在这个伦敦到处演苦情戏啊，这画面啊，真叫一个狼狈为奸啊！黎崇恩说啊，我爹是英国公民，你们得救他。斯塔默说，对对对，我们要重视。重视个屁呢！黎智英是英国人吗？在法律上呢，他也许有个护照，但是在骨子里，他就是个用完即弃的棋子。斯塔默现在跟他互动，纯粹是想恶心中国，想拿这个当筹码。他并不在乎黎智英的死活，他在乎的是能不能在这个议会里捞点选票，能不能在美国主子面前摇摇尾巴，说你看我敢怼中国。这就是一场政治作秀，一场把司法当儿戏的丑陋表演。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斯塔默的脑回路啊，哎，这个人的对华政策啊，我总结就是4个字儿：精神分裂。大伙儿听听他这个逻辑有多拧巴啊！他在12月初的一个晚宴上，那是端着红酒杯，穿的人五人六的呀，义正言辞地说：“中国是国家安全威胁，安全问题我们绝不退让，我们要强硬。”那一脸的严肃啊，感觉下一秒就跟中国断交似的，哎，好像中国啊要把他们大笨钟偷走一样。结果呢，一转头，他又对着那帮大老板说了啊，哎呀，但是呢，中国的市场很大，我们的金融服务、我们的制药、我们的巴宝莉风衣还是想卖给中国的，我们要加强商业合作。哎，你说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你一边骂我们是流氓，一边还要伸手掏我的兜，说兄弟给点钱花花，还哪有这种便宜的事儿啊？他以为他是谁啊？他以为中国是那种给个巴掌再给个甜枣就能哄好的小孩吗？哎，他以为中国还是那个需要看他脸色的佃户吗？斯塔默现在想拿着黎智英当筹码，是因为他手里面真的没牌了。以前这个英国有炮舰，后来有金融，现在呢啥都没了，只剩下一张嘴，剩下一副空架子。他想用这个来逼迫中国在黎智英问题上让步，那是严重的战略误判。香港的司法独立啊，那是底线，国家安全那是核心利益，这是能拿来做买卖的吗？这是能拿来做交易的吗？别说你是个英国首相啊，就是天王老子来了，犯了法也得蹲大狱。你想用访华来换人，我送你一句话：想来就来，不来拉倒。现在的香港早就不是当年的香港了，现在的香港有国安法这根定海神针，那是风清气正，大家伙都在那忙着拼经济，忙着搞建设。
李志英被判刑，那是给那段混乱的日子画上了一个句号，那是对所有想搞乱香港的人一个严重警告。咱们最后得给这个斯塔默先生提个醒，也给所有西方国家提个醒。我看新闻说他计划1月底访华，那现在离那个时候也就1个多月了。我建议唐宁街10号那个办公室里最好挂个新日历。斯塔默先生没事就多看看那个年份那是2026年，不是1840年，也不是1900年。把你那套殖民者的臭架子收起来，把你那套指手画脚的坏毛病改一改。你的日不落帝国太阳早就落山了，现在连月亮都快看不见了。你想来谈合作，欢迎，我们愿意互利共赢，一起赚钱。但是你想来搞事情，想来当教师爷，想来给罪犯撑腰，那对不起门都没有，窗户都给你焊死。李志英要把这个牢底坐穿，这是法律的正义，是14亿中国人的意志。英国如果想改善关系那就得学会尊重，学会平等，学会怎么平视中国，而不是俯视。否则咱们就搬起小板凳，看看这个大英帝国是怎么在历史的潮流里把自己那点仅剩的脸面丢得一干二净的。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提醒你那打脸的声音只会比今天更响。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这李志英判的解气不解气这斯塔默被打脸爽不爽？这就是正义的力量，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力量。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